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頭人。今天我來介紹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。這個工具我已經用了好幾年了。自從拿到它之後，大大減少我制作板式家具的櫃子，還有抽屜這一類家具的時間。有在玩細木作的朋友都知道，鳩尾榫是板式家具裡算是結構非常好的一個榫接。那制作鳩尾榫的方法有非常多種，從最花時間的手工，再進階到使用圓鋸機、使用輔具來制作。市面上也有賣現成的鳩尾榫台，但是用過鳩尾榫台的朋友應該都知道，在調校的部分非常的麻煩。如果你每次使用的木料厚度都不同，那你变成你每一次都需要再一次調整。它比較適合說長期去做大量量產的時候來使用。那今天我要介紹的鳩尾榫模具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。在制作鳩尾榫的時候，速度非常的快。如果你用得很順手，制作一個櫃子30-40個鳩尾榫，不用花到10分鐘就可以完成。這是一個你用過可能就回不去的好東西。那現在事不宜遲，我就來開始介紹。這個凱氏鳩尾榫模具主要分成幾個構件來組成。會有一個凱氏鳩尾榫模板。那大家看到現在這個是2片凱氏鳩尾榫，2個凱氏榫片組合在一起的話，它最大可以洗的櫃子寬度會達到接近70公分左右。那通常一般的櫃子不會超過60升了，所以基本上對大櫃子來說非常夠用。那你如果只買一片鳩尾榫片，那它可以打到大約35公分。那除了榫片以外，它還需要2個夾具，跟一個30mm寬的鋁軌。那再來就是刀具的部分，它會有專用的刀具。大家看到這邊是直的嘛，那這一側是鳩尾型的。直的這一側會用鳩尾刀來打，那鳩尾這一側會用直刀來打。等會我都會示範給大家看。只是要提醒大家，這個刀具是專用刀具，你在外面是買不到的。你不能隨便拿個鳩尾刀跟後扭刀就來用，因為它的角度必須跟這個模具的角度是一模一樣。這裡要提醒大家。那當然你還需要一台修邊機。這個鳩尾榫模具最厚的板厚可以洗到2公分深。那依照我的經驗，使用修邊機就可以操作了，不需要使用到 router。當然你如果有路達的話，洗起來當然是更輕鬆了。如果是只用修邊機來操作的話，就是進到速度慢一點，不要推得太快，基本上都没有什麼問題。那首先我就來示範如何使用這個凱氏鳩尾榫模板。那在弓榫這一側，我從木頭大面這邊看過去，如果它是鳩尾型的，這個我們稱為弓榫，也叫做 tail。那在這個模板上，直的這一邊就是打弓榫用的。那它必須配合鳩尾刀去做使用。這種特殊定制的鳩尾刀後面是有賠領的，而它角度必須去符合這個榫規的斜度。那它的刀柄很長，我們至少要鑽進去2/3以上，這樣操作起來相對會比較安全。那這個木頭底座，通常2邊一定會多留一些空間。我就是要把這個底座給夾在工作桌上面。你要把這個套裝給夾緊，這樣我們操作起來會比較安全。2側先夾住。那夾的時候要注意，這個底座必須突出我們的工作桌，否則木料會被這個工作桌抵出來，它就沒辦法貼平了。那現在我用這2塊木板來示範給大家看，怎麼做鳩尾的弓木榫。那這2塊木板是一樣的厚度，也一般的櫃子或是抽屜2公分都很夠用。那可能有同學會問，可不可以弓榫跟母榫的厚度不一樣？是可以的，只是在調整上會要比較注意。我們在打弓榫的時候，鳩尾刀的深度就會是母榫木板的厚度。那如果打母榫的時候，直刀的深度就会是弓榫木板的厚度。這個要搞清楚，對新手來說會很容易搞錯，所以我建議就是厚度都一樣會比較好操作。那首先我們必須在這個板子上，這個寬度畫一個中心線出來。中心線，這個中心線盡量要越準確越好。那現在會有2個擺法，第一個方法是擺在這個榫的中間，
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它會有3個就位榫在這裡。那如果我放在2個榫之間這個縫隙，你就會發現會有4個就位榫。可是最左邊這2個是不完整的。如果是這種情況，我就會這樣放。這樣中間就有3個完整的就位榫。這會依據你的木料寬度不同來決定你要怎麼擺，沒有一定要怎麼做。那現在就先把木料給固定上去。那這裡我建議把這個榫的寬度也畫在這上面。這樣我如果擺上來，我就可以直接看這個線，左右這2條線去對，會比較準。調好之後，這個木料要靠近這個模板，把它往上撐，我們再把它固定住。那這個夾具要確實把這個木料給鎖緊，然後木料要確實有貼緊這個模板，不要有縫隙，不然會影響到切削的深度。如果我們的中心線對得很準，木料寬度又一模一樣的話，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一個木料夾在側邊，把這個木料固定住。這樣等會如果這一側洗完，我拆掉夾子就可以反向，再把底下這一側靠在這個木料，它的距離就會等距，它尺寸就會上下就一模一樣。接下來深度線，你可以直接把跟它相對應的母榫這邊貼着，然後底下畫一條線，像這樣，這樣我刀子的深度就是剛好調到這裡，可是你線要留着，不可以蓋住線。把刀子對好。剛好刀子在線的上緣，這樣就 OK 了。那你如果想讓榫組起來之後突出我們的那個外寬，你也可以多洗一點都沒有問題。那接下來就可以開洗了。那它的刀子培林跟這個模具是一樣大的，所以它就只要直直的滑進去，推到底，再往外拉，它就洗好了。這裡比較沒有什麼要注意的。那我刚剛洗的速度是原速，都沒有加速。大家在推的速度，大家就像我剛剛那樣子就好了。如果太快的話，對機器跟對刀子來說，都是比較傷的，而且這樣也比較危險。你看它洗起來，這個就位榫非常的漂亮。那比較要注意的就是，當我們要往內洗，你覺得已經快要洗穿的時候，盡量速度放慢一點。這樣背後比較不容易出現瑕疵。那有時候因為你推太快，後面這裡就比較會有瑕疵。因為你硬推下去，它還沒切斷，你就把這一部分纖維給扯斷了。通常前方端面這裡比較不會出現瑕疵。比較有問題是背面。那如果你想預防這件事情，你可以用化纖規後面先割過，像這樣子割過，再去打。就比較不會有問題。像我剛洗的速度很標準，也不會有出現什麼問題。當然跟木頭的組織有關係，組織比較鬆散，就比較會有這種問題。那公榫做好之後，現在要製作母榫，我習慣把公榫直接搭在這個母榫的端面，左右抓齊。我現在畫2條線，左右各畫1條，貼着我們的公榫。
只要畫2條線就可以了，不用全部畫。這是等一下為了方便我們去對位置。你所有的工榫都打完之後，這個模具就要掉頭了。那這裡要比較注意的是，我們這個寬體的外側就是要朝外，不要反過來。記住，寬體的這個合體還是寬體的外側，母榫這邊就是要朝外，不可以犯反的。那剛剛我們有畫2條線嘛，這樣的線我們就要去對位置。你可以看到這2條線跟模板是不會吻合的。我們現在就是要調到這一段距離跟這一段是一模一樣。當然，你也可以使用中線來對，跟剛剛的方法一樣，中線要在這2個齒正中間。那我們是盡量把它調準。好，這樣就設定完成。好，那現在就要裝上這個直的後扭刀。這邊的深度就會是工榫來決定。一樣貼着上緣，底下描一條線，調整刀子在這個線的上緣。好，這樣就設定好了。那這一側洗的時候有一點要注意，我會先在右邊這一側先洗進去一點點，把這一則纖維打斷，再回到這裡，我再從左邊這裡進去到底。再靠右往回拉出來，這樣這個部分我們在拉出來的時候比較不會斷纖維。好，那現在我就來洗給大家看。那这樣子，這個母榫就打完了，非常的快。那它可以做到像這樣子毫無縫隙，非常的準確。我們可以通過調整這個模板的位置，這個模板越往下，它洗到的量越少。那我往上移的話，它這個榫就會洗的比較小一點，這樣我們的組裝就會比較鬆。所以第一次買回去，大家必須要校正這個模板的位置。如果組起來太緊，我們就把它往上調；如果太鬆的話，就要往下調，直到組起來是你要的緊度。當然也不是越緊越好，你要考慮到木頭的硬度。那如果比較軟的木頭，我們把它調到很緊的狀態，我如果哪天改用硬木的話，可能就會組不下去。模板上面會有4個孔，這2個長螺絲是調節孔。一開始還沒調到準確的時候，先鎖這2個螺絲孔，然後等你調好之後，再鎖這2個小孔，這樣你的模具以後就不會跑掉了。那以上就是這個凱氏就位榫模板的使用方法。它的設定非常的簡單，重點是它可以打到2公分這麼厚。那一般外面的就位榫台可能只能做抽屜。可能只能用薄的大概1.2、1.3的抽屜，那這個模板的話就可以通用。如果這個模具要制作比較薄的物件，那它還需要一些比較仔細的設定，那可能我會在下一部片再拍給大家看。那這個套裝我會放在我的賣場，大家可以去我的賣場去做選購。我看你要選擇全套，包含模板、夾具、刀具、木底座。
或者你只想選擇模板，其他你想要自己購買都可以哦。只是要記得模板跟刀具是一套的哦，這個沒辦法分開。那大全套的部分就是我已經幫你都準備好了哦，那你回去就只要做組裝的部分。底座我也會準備它的建議尺寸哦，放在我的賣場裡哦，大家可以照着這個建議尺寸去製作哦。你也可以買我做好的木底座，那上面的鋁槽我也會幫你洗好。那這個凱仕舊微榫是真的非常好用，才會推薦給大家。那像現在我這裡的學員，大部分都是使用這一套設備在做舊微榫，會大大的降低我們在製作舊微榫的時間。那最後別忘了，如果你喜歡這部片，別忘了幫我點讚、分享、回應，協助我頻道做得更好。謝謝，拜。